中国新反间谍法实施，美国不打自招，警告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布林肯访华结束之后，就曾经要求中国释放3名美国公民，还称中国是错误羁押。外交部对此给出的回应是，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存在错误羁押一说。简单的来讲，就是如果没有犯法的话，中国自然不会羁押他们。在中国被捕的美国人，又或者是日本人，这些人的底子一查就知道了，基本上都是间谍，哪里来的公民一说？中国不放人，美国自然很生气，还第一时间在第三国通过了钓鱼执法的方式，诱捕了数名中国公民。看样子是准备通过交换人质的方式强行捞人。实际上，参考孟晚舟事件，我们就知道中国是不可能答应美国的。美国诱捕的中国公民，我们自然会捞回来，而且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捞回来。真按照美国的要求，无疑也是正中美国人的下怀。中国人没有犯法，凭什么用来交换美国的间谍呢？两者根本就不能混为一谈。针对美国的流氓行径，中国也有办法对付。在7月初，中国修订的反间谍法开始实施，不但加大了对外国间谍的打击力度，同时为间谍组织招募人员等6项行为，现在也被视为间谍行为。甚至还有消息称，如果发现间谍，中国公民现在还可以拨打举报电话，最高奖金可达50万。举国上下抓间谍，说的就是这么个情况。而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直接不打自招。同样是在7月初，一面美国财长访问中国，而另一面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美国务院同时发声美国公民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中国内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旅游警告分为4级，1级是要求美国公民采取正常的防护措施，2级是敦促旅行者格外小心，3级是重新考虑前往，4级则是请勿前往。美国上来就是3级警告，可见是有多着急，又或者是对自家公民有多不自信。美国财长访华以及美国警告自家公民近期不要前往中国，本身就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美国财长我们也知道，和布林肯一样，中国从来都没有邀请他们，是他们非要来的。但是美国随后又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难道美财长就不是美国人吗？美国就不怕美财长来中国遇到危险了吗？但是如果结合中国的反间谍法的背景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美国的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说到底，美财长访华是带有目的而来的，而且他之后会回去。而美国公民要过来旅游，待多久其实是一个未知数，不排除美国间谍就混在其中。美国的外出警告从始至终都是对这批人来讲的。总的来说，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美国难道还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吗？当然，如果一直不来，对中国而言反而是好消息。来了，自然就要做好被抓的准备，最好别被抓到，不然美国就没法解释中国怎么就错误羁押美国公民了。此次事件的最大亮点就在于中国并没有和美国那样呼吁中国公民不要前往美国，所以谁心里有鬼一目了然。当然了，这里也提醒一下，国家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是我们近期也不要傻乎乎的跑到美国了。说到底，美国是真的不值得信任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聊。